吃完了，我回房间了。蛋糕不吃啦？等他走了再吃。你不能叫他，你要叫叔叔，要有礼貌，知道吗？只要不让我叫他爸爸就行，我也不会叫的，永远都不会。没事没事，叫叔叔挺好的，就叫叔叔。叔叔，那我切块蛋糕，咱们拿房间去吃，好不好？没事儿，这遇到这种事儿，大人都难过这坎儿，别说孩子了。赶紧看看孩子，我就走了。那我进去了啊。没事儿，真没事儿。小青，你这样做对不对啊？要有礼貌，知道吗？承诺渐渐变得无所谓，沉默可以无视你掉泪，没勇气回头，不愿看你为我徘徊。你们会离婚吗？借口开始麻木疲惫，是要离婚吗？没有，爸爸妈妈不会离婚的，爸爸妈妈不会离婚啊。爸爸，宣泄在愧疚你还回来吗？的夜，完美的嫌弃，维持水晶球里世界的平静，多么的不切实际，多么小心翼翼。我帮子君约了李律师，后天见，他保证肯定听话。你想想看，陈俊生比罗子君还憔悴，每天上班那么多的事情，两头的女人孩子还要顾及到，也够可怜的。活该！最好他们新老板看他不顺眼，炒他鱿鱼，我看里面还要不要的。你不跟我吃饭啦？约了别人？晚上回去还要做做功课。休假结束了，明天一早上班。你明天上班了？贺总早。大家下午好，我就是大家猜了1个礼拜的陈星新加盟的合伙人。从今天开始，所有的 AP 项目都会由我来负责。你们当中有一些人跟我已经认识了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就来介绍一下这4位。这位是我的秘书，这3位呢，是我刚刚从 BNT 挖过来的高级顾问，原来在罗平手下有。让我们大家一起欢迎。你早就知道是不是？我都跟你说了，我不是陈星的新 boss， 我怎么可能舍得离开 BNT 呢？这里有我这么得力的团队，还有像你这么有趣的对手。你明明知道施浩涵带走我那3个人，你是故意恶心我，要看我笑话是不是？我真的是刚刚知道，罗先生，是你的谁也带不走，能带走的，那就证明根本就不是你的。
贺总好，贺总好。贺总好。贺总好。大家不用紧张，我就是来熟悉一下环境。坐。那个玲玲，之前参与过的项目、做过的工作，有存档的全都给我找出来。好的。请进。这个项目进度报告没完成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晚上我加个班，然后再给你送过来吧。没做完就算了。其实你们每一个人手里的项目进度，我在来之前就已经仔细了解过了。让你们做呢，我就是想看一下你们各自对现状的判断和预估。因为这其实跟你们每一个人的性格特点和处事方法都有直接关系。而你最近烦心事很多，我知道，所以说没关系。我怎么也没想到新老板会是你。圈子这么小，不都是挖来挖去的？但毕竟陈星跟 BNT 比是家小公司。我不管什么大公司小公司，给我钱多的就是好公司。所以我们两个在一起工作，也是这个道理。唯一的要求就是高效的把事情做好。至于工作之外的，我们有过什么好的坏的交情，我不会带到这儿来，最好你也不要。坐。我认为，人与人之间，在同一时间、同一事情上，只能保留一种关系，否则就会感情用事。比如说，我是医生，但同时也是你的朋友，那么你来找我看病，这个时间段以内，我们就只能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，懂了吗？怪不得听说你对唐晶都不留情面。所以你和玲玲一起在这里工作，也是同一样的要求。出了公司，你们两个抱在一起合二为一，我都不管。但是在公司里面，你是项目经理，他是信息调查员，除此以外，不可以有别的关系，否则他就必须要走。那这么说，你不会强行让玲玲辞职？又来了。抱歉，我不问了，我不该问。这就对了。我再多说一句，如果来工作呢，那么就全情投入；如果要是想休假呢，就立即休假。我没问题。那我出去了。说实话，我之前跟陈俊生也并不熟，接触不多。但是从我前2天拿到的他的履历来看，起码在工作上，他还是一个非常踏实、负责、兢兢业业的人。公司的领导和同事之间对他的评价也都是积极正面的。我今天在办公室跟他聊天，他既没有自视过高，也没有油嘴滑舌，所以我也很好奇。
像他这样一个人，为什么会这么坚决的要离婚再娶呢？因为玲玲勾引他。玲玲跟前夫离婚了，一个人带着孩子，她一个月能挣多少钱？她当然要找一个有经济实力的男人跟她一起养家。那么，她的办公室里那些同事们，她朝夕相处的男人们，最好下手了。我们陈俊生看起来就是稳重老实的人，他就盯上他，然后一步一步拆散我们的婚姻。哎，你也不要说的陈俊生像被逼良为娼似的。你接着说，到底什么原因？这里面，对不起，何总，晚了一会儿，路上太堵了。以后把堵车的时间都算上。那我先走了。好。什么东西还让人家小姑娘送你的？我在跑步，我总不好抱着这一箱东西去跑。就为了自己能在马路上装模作样的跑2步，还要麻烦小姑娘跑一趟，还要说人家晚了几分钟。你不也是为了能够轻轻松松去商场逛上一圈，就特地让你的保姆跟在你后面拎包吗？我告诉你，他是我的秘书，我让他来给我送东西，他就必须准时送到，否则晚1分钟都要误事的。这些数据分析是谁的？玲玲。他的东西拿过来干嘛？拿走，我看了恶心。恶心？那你就去吐一下，吐完了之后回来再学习。学习？学什么？学他数据分析，还是学他抢男人的本事？哎，你是有多看我不顺眼，要拿这东西来恶心我？你什么意思啊你？要学你们自己学，我走了。哎，你先别走。哎呀，你有什么话直说，别兜圈子了。他让人抱来这么大一摞东西，肯定有他原因的。你先听一听。有原因？你是太相信他了，他做什么事情都有原因的。他骗你有原因，他瞒你有原因，他睡别的女人也有原因啊。喂，罗子君，你有没有搞错？我在帮你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他既然没有你长得好看，他既然又离了婚又有孩子，那么陈俊生为什么还要发了疯似的跟他在一起？你看清楚了，这些就是他给陈俊生下的药。这个女人本来已经打算离职了，可即便如此，她还是在离职前一丝不苟地做好了这些交接动作。给他看看。这些东西你有可能看不懂，但是他的认真、仔细和负责是一目了然。确实，就算是在 BNT， 这也是可以当做范本让所有人来学习。我查过他的经历，大专毕业，原本只是在下游调查公司的现场访问。目前为止，除了他以外，我还没见过哪个现场访问员可以升级到咨询公司的这个位置。这中间需要学习和实践的东西太多了，还不是陈俊生帮他的。自己不努力，10个陈俊生都帮不了他的。所以你到底是想说什么呢，贺总？陈俊生在晨星这样的公司，虽然做了3年的项目经理，但是他的学历并不高，更没有什么像样的海外留学经历。再加上他现在的年纪，如果说在未来1-2年当中，他没有被一家大公司相中或者挖走，或者在自己的公司里面升职，那么他极有可能被他手下这些海归取而代之。他没跟我说过。我是他，我也不会跟你说，因为男人是需要尊严的。如果我是他，我也是这样一个前有狼后有虎，并且家里还有一堆老小需要养的小项目经理，我也会对玲玲这样一个得力后援者动心。结婚是为什么？不就是人生不易，要找一个队友同舟共济？所以你必须承认，你已经不年轻了，不能再靠刷脸去做人生的摆渡船了。为了你的下一次恋爱，你的下一次婚姻，你的下一个男人，你要做一个有用的人。人家找上你，是要先看一看你手里有没有拿船桨的。我是不年轻了，我30多岁快40了，我不是20多岁的小姑娘，所以我不会有下一次恋爱、下一次婚姻，也不会爱上别的男人。
所以我做不到，也做不了你们嘴中说的有用的人。你们继续庆祝你们的新官上任，我走。从事情发生到现在，也已经过去1个多月了。开始的抗拒、愤怒、嫉妒、挣扎，花掉了我大部分的力气，像是一个癌症病人在手术、放化疗死去活来之后，只能靠几根管子维持生命，过一天是一天。谁跟我说要坚强，要积极？那只因为你没有经历我的经历。律师先生，我觉得你搞错了，要离婚并且去谈婚论嫁的是我先生陈俊生，不是我。目前我没有看到有什么长远的幸福，所以我也忍不了这一世之痛。那你就是打算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？这么多年过来了，陈俊生加班的加班，出差的出差，有了点时间还要搞婚外恋，这跟我一个人带孩子有什么区别？我可以告诉你，不仅有区别，而且区别还很大。平日里韩剧里的那些单亲妈妈都是假象，事实是，你将和孩子贫穷无助地度过以后的生活。等将来孩子长大了懂事了，会责怪你是一个无能的母亲，和你矛盾重重的。陈俊生必须要负担我跟儿子的生活，是负担你们必须的生活，这个标准是很弹性的。但即使再好，比起平儿现在的生活来说，那也是差得很远的。对，陈俊生他是有点钱，但赚的也都是辛苦钱啊。每个月挣多少钱你也是知道的吧？离婚以后，他将用这些钱来供养2个家庭、2个女人和2个孩子，即使是平均分配，也已经是捉襟见肘了。更何况，你会认为他给那边多一点？再何况，所有这些都是要建立在陈俊生身体健康、工作稳定的情况下。宋女士，据我了解，你平时花销也不少吧？以后我会节约一点的。啊，开源节流啊！你没有源头，罗女士。但即使花的再少，无非也就是早2年花光和晚2年花光的区别。你没有工作，说难听点，你就是没有工作能力，既没有体力也没有脑力，什么都不会做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就意味着将来你没有办法改变和儿子的生活现状。现在无论是课外辅导、兴趣发展，还是出国读书，未来没有一样是不花钱的。这是他的儿子，他答应过的，他说过平儿的生活质量不会因为离婚下降，他说过的。他是答应过，那不就完了？前提是孩子的抚养权得归他。王女士，他现在没有必要接你的电话，在这个问题上他不方便跟你谈，所以才让我来跟你谈。也就是说，很有可能因为你的自私和占有欲，会让儿子失去将来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。未来年轻人的竞争是日趋激烈，你觉得你能给孩子什么？无论是外部的条件保障，还是内部的精神支持，你都不如他的父亲。哦，对了，现在很多父母孩子小学、初中的时候都已经送到国外读书，你就当送孩子出去读书好了。王女士，如果你真要觉得自己一无是处、未来堪忧了，也不希望孩子受到你的影响吧。你现在一时的咬牙牺牲，为孩子铺设的是将来的坦途。等多年以后，孩子知道你现在做出选择，至少你还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啊。